2月初2这日，被休回家不足100日的林月明再次出嫁了。2嫁的夫君是御前大红人武安侯江生。江生年仅23岁，凭从龙之宫封侯，还得皇上亲自赐字云起，年轻有为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但林月明第2次作为新娘子躺在喜床上，内心并无期待，甚至非常忧虑。喜大非偶，绝非良配，对我来说的高攀，对武安侯来说却是大大的低就。皇命不可违，若武安侯心中对这门婚事有怨气，这怨气会不会撒到我的身上？他上一次成亲遇到的也是人人艳羡的好婚事，但从上一次婚姻中，林月明学会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要对他人抱有期待。这一次旁的都不奢求了，不求夫妻恩爱，只求不被搓弄，能有个容身之所，好好的活着就好。他无人可依靠，这一次如果再出了差错，林家可不会再给他活路了。所以当武安侯江生送完客人回到新房，醉醺醺的上了床榻，摸他的脸时，林月明闭上眼睛，一动不动，向他展现了自己的顺从。顺从他，敬重他，把他当主子供着，当东家捧着，当侯爷侍奉，作为他救我一命，给我容身之地的回报。只要不把他当夫君，不对他有所求，日子或许就能好好过下去了。江生不知道喝了多少，呼吸中带着浓烈的酒的味道，一靠近就让林月明觉得整个人都被他的气息给覆满了，那气息霸道，如他这个人一般。他没有和林月明寒暄培养感情，上榻就摸了他的脸，见他没反抗，又去亲他的脖颈，一只手顺着他的衣摆，把手伸进了他的衣裳，另一只手往下摸索，动作急切又粗鲁。林月明努力调整呼吸，掐着自己的手心去转移这个痛苦，但实在是疼，不小心就叫出了声。江生停了下来。疼？林月明摇摇头，回侯爷，不疼。江生抽出了手，离开了他。林月明睁开眼睛，在他起身离榻前，抓住了他的半片衣角，不能惹怒江生，我没有退路，也无处可去。侯爷受罪。本来已经离榻的江生又坐了回来，却没有说话。林月明不敢轻举妄动，仍抓住那半片衣角，又道：侯爷息怒，妾身不敢了。江生又坐近了些，几乎贴着他坐了，那炙热的气息再一次卷了过来。江生抬起他的下巴，看着我，我弄疼了你，你为什么要道歉？林月明顺着他的手看向他，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完全能看清江生的脸。江生面容英俊，身形魁梧，是个伟岸的武将，和他前面那个夫君是完全不同的风格。他看着他的表情带着探究，但看不出怒意。妾身不该出声，坏了侯爷的兴致，下次定不会了。林月明觉得自己的表情和语气都已经足够谦卑了，但江生的眼神却一下变了，手下也用了力。林月明不知道这句话哪里惹到了他，下意识地往后躲开了他捏着自己下巴的手。江生看着自己留在半空中的手，沉声问道：这是他教你的，不准你出声，你躲什么？你是以为我要打你？他居然还打你！江生口中的他是谁，显而易见。林月明不敢再往后躲了。江生语气虽听不出喜怒，但不知为什么，
林月明就是能感觉出来，武安侯现在很生气，是又想起了新婚妻子曾经嫁过人吗？毕竟娶我，非他本意，他生气也是应该的。今夜还很长，他若怒气难消，后面这些怒气都会落在我身上。想在侯府好好过日子，想要安稳，总得想想办法，把他哄好才是。林月明靠近他，去拉他的袖子，又朝他笑笑：“没有的事儿，侯爷息怒。”江深顺着他的动作看向他，任他拉着袖子，那隐含着怒意的气场也慢慢消解而去。这就气消了？我才刚起了个头呢，所以武安侯是喜欢主动一些的，这倒是和前面那个不太一样。林月明还摸不准江深的喜好，观察着他的表情，揣摩着他的心思，顺着他的袖子慢慢往上摸，摸到他的手臂，感受到他肌肉的僵硬，停了下来，温柔地说道：“夜深了，容妾身侍奉侯爷歇息吧。”江深全身紧绷，目光紧紧地盯着他看，颈脖上的青筋随着他手指的滑动而跳动，连呼吸都重了。你跟我说话就说我，不要说妾身，太生疏了，我不喜欢。林月明点头说好，手指从他的手臂划过他的胸膛，停在他衣襟的盘扣上。是，我记住了，侯爷。江深喜服上的盘扣并不复杂，但林月明试了2次都没有解开。第3次尝试去解盘扣的时候，林月明后知后觉，是因为自己还在发抖，不受控制的全身发抖，到现在还没有停下来，所以解不开。江深摁住了他解扣子的手，摸到了玉手的冰凉，连带着他全身的火热也凉了下来。你很怕我，是不是？你不情愿嫁给我？江深身形魁梧，手也大，林月明整个手都被他包住了，热气源源不断的从他戴着脖颈的手心传了过来，很暖和。林月明很希望自己不要发抖了，今天是新婚宴，他得留下他。但那股从内心深处而来的恐惧所带来的寒气连绵不绝，阴魂不散。他只好朝江深讨好的笑了笑，来掩饰自己的恐惧。怎会不情愿？能侍奉侯爷，我求之不得。江深不为他温顺的笑容和讨好的言语所动，捞起喜被盖在他身上，将他裹了起来。你明明怕都在发抖，不必勉强，我们慢慢来。江深离了床榻，退了几步，退到连他的影子都从他身上离开，这才自到桌前倒茶吃，是不准备继续的样子。他连吃了3杯冷茶，平息了些，便往外走。到了门口，突然又回头道：“以后你不要说什么侍奉不侍奉的话，也不要叫我侯爷。既已嫁给我，你要么叫我夫君，要么叫我名字。我叫江生，字云起。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？”“是，夫君，我记下了。”江生又默默地看了他一眼，最终穿着喜服推门而去。林月明颓然地倒在床上，觉得这个开头真是糟糕透了。新婚宴，新郎穿着喜服跑了，只怕明天整个侯府的人都会知道，侯爷不喜欢这个2嫁的夫人，没有圆房就丢下夫人跑了，登高踩低，处处都是如此。可想而知，以后只怕这府里有脸面的婆子管事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，侯府后宅的日子只怕会很艰难。林月明深深地担忧着，
心里想着对策，也不知这次成亲，皇上给了他几天假，明日得换个法子再试试，总得把他留下来才是。今日成亲，林月明本就起得早，如今已是夜半，早撑不住了，一边焦虑地想着，一边打瞌睡，迷迷糊糊间好像梦到了上一个夫君陆晨。此次差事急，需要轻车简行，日常用的代借便是，其他的到当地采买即可。我能不能陪你一起去？我是去替皇上办事，如何能带家眷？再者，你现在管着家，家里大大小小这么多事，如何能丢开手？这是林月明最后一次求他。陆晨走后第二天，他才知道表妹也跟着去了。家眷不能带，表妹却能带。每一次他说的他都信，结果发现都是骗他的话。从很多的期待到小小的期待，到没有期待。陆晨走后第二日，婆婆拿了封休书给他，夫妻缘分至此断绝。半梦半醒中，有人拭去了他眼角的一滴泪，随着那滴眼泪掉落的，还有一声机不可闻的叹息。因为江生的触碰，林月明醒了过来，看着眼前几乎完全陌生的江生，他下意识捂着被子坐起来，也不知道他刚刚梦中有没有乱说话。他西行几步上前，抓住他的手。我以为夫君走了。江生面色未变，对他的梦中一语只字未提。他任他拉着手，另一只手也握上来，将他的手包住。新婚夜我能去哪儿？我见你冷，又让人加了几盆炭火。不知是那新加的炭火起了作用，还是武将天生体热。被江生这么握住手，林月明确实觉得暖和起来。夫君可要歇息了吗？刚刚弄疼了你，是我的不是，我拿了药来。谢过夫君。林月明去拿药瓶，江生却没有松手。林月明看向他，江生也看过来，两人的眼神交织在一起。林月明看懂了他的问询之意，心猛地跳了一下。那眼神的含义很直白。林月明垂下眼眸，夫君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江生抓住他往回缩的手，不让他逃。我得看看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在那里被他看着上药，这太奇怪，也太亲密了，甚至带着玩弄的意味。卧房的龙凤花烛燃得正旺，灯下谢完美人，或许是武安侯的嗜好。顺着他，不要惹怒他。林月明垂眸答道：是，夫君。江生今晚一句句让他改口，到这里犹不满足。我是你的夫君，不是你的上官。看着我说话，别老低着头。你觉得好的，不要说是，要说好。你觉得不好的，就跟我说不好。林月明抬头看他，点头答道：好。他拿被子遮住自己，想了想，又在被子里慢慢脱掉了亵裤，然后缩进了被子里。江生火热的手碰到他冰冷的脚踝。怎么脚也这么冰？林月明下意识地把脚往回缩，天生的怕冷。哼，那可正好，你天生怕冷，我天生怕热。哎，别躲，很快就好。林月明被他突然袭击，他整个人都是如被雷击，完全木掉的状态。冰凉的药，火热的手指，粗糙的脖颈，明显的触感，却是一触即走。果然如他说的那一般，很快，江生却像是做了件寻常小事般，轻描淡写的上完了药，又给他把被子盖上。有些红了，明日我再给你看看。明天？
还看？林月明牙齿打着颤答道：好。一边跟他说话，一边脱自己的衣裳。我盆加多了，热得很。没办法，我天生就怕热。他麻利地脱掉喜服，裸着上身，露出一身精壮的肌肉和腰腹处一道陈年的伤疤。林月明不能干看着，得表达自己作为妻子的关心，于是找话问他：可还疼吗？都是陈年老伤，疼得快要死掉的时候，老早就过去了，哪里还会疼？江生摸着自己腰腹处的伤痕，肯定地答道：疼得很。可是还没恢复妥当，明日我请了大夫来，好好看看，给夫君调理调理才是。江生看他一眼，眼神中终于沾染了半分笑意。他放下床帐，进了被窝，贴着他躺下，轻声问道：新婚第2日就给我请大夫，旁人该不会以为夫人对我不满意吧？床帐放下后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私密的空间，共盖一床喜被躺在一起，一个没穿上衣，一个没穿下裳，隔着欲盖弥彰薄薄的布料，紧挨在一起，距离直接拉到没有。旖旎的氛围随着武安侯那句暧昧的话不断蔓延滋生。是我考虑不周。林月明侧身的时候，江生也自然地侧躺着追了过来，一只手搭在他的身上，他的脖背贴着他宽厚的胸膛，他火热的脚自然地伸到他冰凉的脚下给他取暖。他在他身后抱住他，呼吸喷到他的耳边，两人的距离近得让他发烫。你用的什么香？搞不清楚他的意图，林月明也不敢乱动，将卧在他怀里。是雪中春杏。江生又凑近了些闻，脸颊几乎埋进了他的衣服里。你自己合的，和店里卖的倒是有些不一样。夫君可是不喜欢？说不喜欢，我现在去换一套衣裳。江生没有说喜欢，也没有说不喜欢，随意地聊着。你以前一直用这个香？以前倒未曾用过，我也是最近刚学着合雪中春杏，可是合得不好。夫君若是不喜欢，明儿我再合些旁的，看看可有合夫君心意的。夫君喜欢什么香，我便用什么香，可好？不必换，这个雪中春杏就很好。夫君若喜欢，不如也试一试。江生衣服上似乎并没有用熏香，看他愿不愿意试一试，他便不再寄语多说。那就明日试一试，今日先睡觉。江生说的睡觉，就真的是睡觉。他就这样无视那久久未消的欲念，抱着林月明，两人衣衫不整的盖着被子，纯睡觉的胡乱过了一夜。林月明思绪放空，享受这难得的闲暇时刻，却不敢乱动。江生抱得太紧，林月明怕刺激他，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身上的手拿下去，摸索着在被子里找自己昨日脱下来的裤子，刚穿上，江生也醒了，迷迷糊糊地问道：醒了，要出去？想喝水？见林月明摇头，江生手臂一伸，又把他捞进怀里。那便再睡会儿。江生说再睡会儿，两人又从寅时睡到卯时，一直睡到了晨出。江生还没有起床的意思，林月明开始有些担忧了。新婚第2日得去给江夫人奉茶，没有让长辈等的道理，现在还不起，真的可以吗？江生也醒了，察觉出他坐立不安的情绪，坐起来道：可是饿了，我让人穿早膳。我是不是该先去给太太请安奉茶？江生听了，不知想到什么，居然笑了。这么早就去请安，你可别折腾太大了。咱们好好吃个饭，4时已过，再去来得及。4时再过去，这是什么章程？总不会是江夫人每日4时才起床吧？这也太快乐了。
江生叫了侍女进来，把卧房里间留给他，自去了隔壁厢房洗漱。林月明的陪嫁丫鬟有4个，但留在里间侍奉他的仅有一个大丫鬟白芷和一个小丫鬟清淡。那2个去隔壁侍奉侯爷了？林月明点头表示知道了，随他们去，别管他们。本来林家把2个美人送来，就是为了这种事情，早晚的事儿，而且他也没准备拦着。2人洗漱妥当后，早膳摆在了素辉堂的厢房。林月明环视一圈，没有看到林家的2个美人，没看到，那就是江生已经有安排了。林夫人这次选这2个美人可是花了大价钱的，看来银子没白费。来，你也坐下一起吃，以后用膳都一起吃。江生见他坐了，脸上带了笑意，又挥手让丫鬟们出去。厢房中仅剩下夫妻2人，江生这才开口道：你那2个丫鬟长得不错，你舍不舍得交给我？能得夫君的称赞，是他2人的福气，我自然替他2人高兴，哪有舍不得的？你既舍得，他2人的身契待会儿给我。连身契都要，这就不仅仅是喜欢，而是护着了。武安侯竟为那2人考虑得如此程度。用过早膳，林月明旁的先不管，先叫了白芷来开了香笼，将那2个美人的身契找出来，亲自交给了江生。江生看起来也不是拖拉的人，当即叫了自己的长随平安来，把身契给了他，并吩咐他速速去办。好嘞，侯爷，车马已经备好，必定办得妥妥的，不耽误侯爷的事儿。连马车都备上了，江生再是防着我，也不至于还要把人安排在外头吧。平安走后，林月明思虑片刻，还是觉得应该找个合适的时机问一问。若武安侯真防我至此，可见对我成见颇深，无论如何总是得为自己辩驳几句的。早膳后，江生把素辉堂的丫鬟嬷嬷都招来给林月明认人，当着众人的面把身契都给了林月明，还对林月明道：这些人夫人姑且先用着，好用的就留着，不好用的军法伺候，只管打发掉。林月明翻了翻身契，都是在京中采买的人，没有从北疆来的班底，便答应道：好。一屋子丫鬟嬷嬷的头垂得更低了。毕大人收拾东西，灰大的很，夫人不如和侯爷到别处逛逛，最好是手牵着手，大摇大摆的，当着侯府众人的面来回逛个3遍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侯爷和夫人夫妻恩爱，如胶似漆，免得有人拿那2个丫头的事儿乱嚼舌根，给夫人气受。林月明被休回家，白芷跟着他也吃了很多苦。本来今年白芷都要出嫁了，因为林月明被休，这门亲事也黄了，所以林月明对白芷心里是有愧疚的。见他担心成这样，握了他的手道：你的婚事都是受我牵连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早知道去年就该让你成亲，待我在侯府站稳脚跟，定为你找个更好的。夫人可别这么想，就陆家那德行，要是真成了亲，夫人若走了，哪里还有奴婢的活路啊？夫人赶快去吧，别让侯爷等。奴婢说句僭越的话，如今侯爷才是夫人的夫君，夫人可得把侯爷放在心上啊。白芷说的对，得把江生放在心上，或者至少表现的把他放心上。林月明出了里间去寻江生，听嬷嬷说江生回内书房去了，便去书房寻他。江生正坐在书房看书，见林月明进来，书也不看了，眼睛就一直盯着他看。刚刚崔嬷嬷来传话，母亲昨晚和秦国公夫人玩叶子牌，2位老人家很高兴，玩到眼时才歇下，让我们4时3刻再过去。林月明走到江生面前，却拉他的袖子，笑道：既如此，天色尚早，尚有闲暇，夫君闲暇时都爱做什么？我陪夫君。江生反手抓了他牵袖子的手，将他拉到自己腿上坐着，
又把脸埋进他的脖颈，嗅着他衣服的味道。闺房之乐，为夫甚爱，夫人也作陪吗？当江深再次把手伸进他衣裙里时，林月明没有像昨日那样发抖了，靠得如此近。他有些吃惊，他与那2个丫头难道没有尘事？不然他现在的状况要怎么解释？似乎发现了他不专心，江深隔着衣裳轻轻咬了他肩膀一口。夫人，我没手了，帮我拿下书。林月明被他撩拨得坐立不安，去拿他刚刚放在桌上的书，翻开看了一眼，又猛地关上了。他刚刚进门的时候还想，他这个武将还挺难得，闲暇时居然爱看书，没想到江深看的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书，他看的居然是避火图。江深见他把书合上了，语气平常的请教道：“可是画的不好，夫人不喜欢，那可怎么好？为夫学艺不精，要么夫人亲自教教我。”教是不可能教的，什么学艺不精、闺房之乐的情趣，我看你懂的花样可多了。林月明嗔他一眼：“以前就没让你的通房教教你？”江深诚恳道：“没有通房，我一直等着夫人嫁给我。”语气太诚恳了，林月明有些恍惚。什么意思？总不能他还没有过吧？不可能，都23了。再说了，哪怕因皇上赐婚，他为谢皇恩给他守身，前面那些年呢？情到深处，为了那片刻欢愉，命都能给对方。听听就好，不必当真。林月明又把书打开了，努力坐直了问他：“夫君看到哪了？”江深见刚刚咬他的肩膀他没发抖，手伸进去他也没抖，得寸进尺又去亲他的耳垂。你一来都忘了，不如我们从头开始学。林月明觉得心头发痒，那股痒意从心头蔓延到全身，他默默咬着下唇没有发出声来。一页一页翻看过去，江深在他耳边吹气，提醒他：“书若掉了，就只能夫人亲自来教我了。”林月明死死抓住书架，再也坐不住。你吗？还是这里？哦，原来夫人喜欢这里。那本花以精湛的书啪地掉在了地上，林月明再也忍不住，生人的惊出了声。林月明脸色吓得惨白，一下站起来，使劲地推开了江深。江深猝不及防，一脸错愕地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又看着他。我又弄疼你了。林月明摇摇头，靠在书案上摇摇欲坠。他试图解释：“不是。”但不知从何处解释起。江深垂眸，等了片刻，见林月明连哄骗的理由都没有给他一个，反倒看着他笑了。他是个粗人，不喜欢绕弯子，也不喜欢猜来猜去。他不说，那他就自己问：“林月明，你是在为他守节吗？”这是武安侯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他的名字，短短一句话，这其中蕴藏的意味难以言说。江深没有等他答，自下了定论：“我知道你不情愿，可你已经嫁给我了，你想要为他守节，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。其他事情我们可以商量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。”林月明试图辩驳：“我没有为他守节，我也没有不情愿，我是心甘情愿嫁给侯爷的。”江深站起来，一步步朝他靠近，神色未明，盯着他看，缓缓问道：“哦，这么说，不是因为他？”“不是的，他对我而言不过是旁人。”
侯爷才是我的夫君。旁人二字取悦了江生。江生走到近前，撩起他的头发嗅了嗅，不自觉的就放缓了语气问道：那么是因为你讨厌我吗？夫妻之事你不愿意？林月明没想到江生会问得如此直白。愿意的。想了想，觉得似乎说服力不够，林月明又主动伸手抱住他的腰。愿意的，夫君想要现在就可以，我可以的。不是守节，也不是讨厌，说着愿意，实际又不愿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江生有些困惑了，他把头搁在他的肩膀上，贴着他的耳朵轻问道：我是第一次成亲，不太明白，夫人教教我，欲拒还迎，这是夫妻间的情趣吗？到底该说是还是该说不是呢？既然江生自己想出了个理由，给了他台阶，他再不顺势下来，就未免显得太过拿乔了。林月明忍住因内心矛盾带来的羞恼，回道：是呢，夫君喜不喜欢？江生将他抱得更紧，脸颊在他脖颈处蹭来蹭去。倒是我不解风情了，我已知什么是拒，夫人再教教我什么是迎。都从昨晚到现在了，太久了，我有些难受，你帮帮我。林月明终于找到机会问了：你不是要走了2个丫鬟吗？刚刚没让他们帮帮你？江生抓着他的手，带着他的手伸进自己的衣裳里。怕你伤心，没跟你说，你那2个丫鬟很不守规矩，想摸我，被我打发到妹夫府上去了。他送的新婚贺礼贵重，刚好回礼。短短几句，林月明听得像听天书。你把他们送到我妹妹那里去了？江生把他倚在书案上，肩贴着他，喘着气。我又没碰过，自然送的。既然是运不调的人，想必妹夫和妹妹必定满意。江本是语气较大，动起手来有些不知尊重。林月明把他倚在书案，对江生大声手心发烫，手背也被干扰伤口。说起来，江生连忙解释，拉着他倒在书案上。武安侯这么传起来，倒是蛮好听的。又过了一阵，江生似乎平息了，放了他起来，退后2步，半躺在椅子上，眼睛发亮地看着他，声音却暗哑道：你过来。林月明腰疼手也疼，正苦恼地拿帕子擦自己衣裙上的脏污。听他这么说，吓一大跳。不行的，40都过了，我们该去给太太奉茶请安了。江生衣衫裤子乱成一团，就这么大大咧咧地摊给他看，也不收拾，就那样看着他，好像意图发起攻击的狼在看他的猎物。刚刚是我自己来的，不算数。你过来。怎么能用这么英武正气的脸说出这样不知羞耻的话来？林月明眼神躲避。不行的，江生想要什么，可不接受别人说不行。所以你想在桌上？也可以。外面传来白芷和崔嬷嬷说话的声音，估摸着是江夫人起了，来请人。林月明催促江生，语调中甚至带了哀求之意。不是我推拒，现在真的不行的，晚上好不好？你快把衣裳穿好，被丫鬟看到。笑什么样子？江生这才慢条斯理地整理自己乱成一团的衣裳，见他还在擦那团明显擦不干净的脏污，居然还说风凉话。哦，夫人衣裳脏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林月明真的被他气死了。昨晚他还觉得他是个好说话的好人，现在看来根本就是昨晚大家都还不熟。这个人坏得很，他刚刚就是故意弄到我裙子上的。白芷已经在门外催了。侯爷夫人，太太来请了。林月明在犹豫，
正举棋不定时，江生终于良心发现，推开了书房里间的门。来挑一套。书房里间靠墙摆了10几个香笼，林月明打开2个看了，都是新衣裳。他随手拿了最上面的一件比了比，是他的尺寸。江生暴毙在门口看他，就这套，不再挑挑？都是给我做的，做了不说是大傻子。江生可不是大傻子，他不仅说，还说得特别详细。那自然，平安特意去江南采买了料子，我请了10几个绣娘，比着你的尺寸，连绣了几个月，过年都没歇着，可算赶出来了。江生为什么会有他的尺码？这事倒是有些缘由的。去年夏日，秦国公夫人奏寿，林月明在宴席间隙，正巧遇到弄湿了裙子的江家三娘，也就是江生的妹妹。为了周全，外出时习惯带套衣裳备用，是林月明的习惯。见江家三娘着急，林月明便应急借了套衣裳给她。后来江家三娘回了谢礼给他，衣裳却一直没还，一套衣裳罢了。林月明也没去找他要。江生把礼件留给他，我去应付崔嬷嬷，你换好再出来，我喜欢看你穿新衣裳。相处一日，武安侯是什么脾气秉性，林月明大概也摸到了个边了。可能是刚刚的事情拉近了距离，林月明没有那么怕他了，语气中带出几分气恼之意。我今日穿的就是新衣裳，你何必巴巴的回我一套衣裳，平白糟践东西。林月明温柔顺从时，也没见江生有多高兴。现下他带出点小脾气来，江生居然高兴了。就该这样，你觉得不好就跟我说不好，我就高兴了。被骂了还高兴了，这是个什么脾气？打你2巴掌，你高不高兴？当然这话不能说，也就只能心里想想。林月明不跟他打口头的官司，服软道：你行行好，帮我拦一拦崔嬷嬷，我要换衣裳了。江生心情愉悦，哼着小曲儿关上了门。林月明和江生刚刚在书房里耽误了，误了时辰。崔嬷嬷是过来人，一句话都没抱怨，反而穿过花间小路，带着新婚夫妻抄近路去见江夫人。有2个少女在花径的尽头正等着他们，林月明还都认识，一个是江生的妹妹江家三娘，另一个是皇后的妹妹秦家五娘。元启哥哥，秦姑娘口中叫着江生，眼睛却盯着林月明看。以前林月明年少见识少，还没法一下读懂旁人眼神中的含义，如今却是一眼看去，一个眼神交织，便能看懂秦姑娘看他的眼神带着敌意。林月明收回了手，江生眼明手快，抓住他往回收的手，拉近了看了看，问他手酸吗？待会儿给你揉揉。林月明任他拉着，又朝秦姑娘看去。你们俩怎么不在太太那里？可是太太在催了。秦姑娘目光落在2人相连的手上，本想优雅地翻个白眼，没发挥好，眼睛抽抽2下。江家三娘看着秦姑娘，关切道：吴姐姐，你怎么了？眼睛不舒服啊？秦姑娘哼了一声，斜眼又看过来。江家三娘更关切了：吴姐姐，你脖子怎么歪了？是不是昨晚枕头太高落枕了？江生也关切道：既是不舒服，快找大夫看看，怎的还到处乱跑？哼，是对木头兄呗。秦姑娘哼了一声，转身就走。吴姐姐，你不是来看我嫂子的吗？怎么就走了？你哥成了亲，眼里就只有自己的娘子，理都不理咱们，以后只疼媳妇儿就不疼你了，看你还笑得出来。我哥成了亲，以后就多一个人疼我了，你可真会算账。江生牵着林月明在后面慢慢地走着，跟他解释：我们家与秦家颇有渊源，秦国公对我有知遇之恩，秦国公夫人和太太也投缘，我若行军在外，母亲和弟弟妹妹也都是秦家在帮忙照看，我们2家情分和旁人是不一样的，以后2家往来，夫人得知道。林月明顺着他的话，笑着问他：
听说秦姑娘的婚事还没定下来，秦家和江家关系这么好，秦国公就没想着两家做个儿女亲家？江生听他问秦家的事，耐心给他解释。一个是江远，比秦姑娘小2岁，不合适；还有就是江家和秦家联姻也不合适。谁问江远了？明明问的是他。秦姑娘的眼神也不知他是真看不懂，还是假装不知道。新婚夫妻手牵着手，对笑着走进了福安堂的大门。哎呦呦，哎呦呦，笑得跟傻子似的。可是我那傻儿子。侧边坐着的秦国公夫人笑着搭腔：你可别说他，谁娶了这般天仙似的新娘子，可不都得高兴成这样？被2个老太太打趣，江生也不生气，反而笑道：儿子带儿媳给母亲和师母敬茶。母亲请喝茶。江夫人接了茶喝了，放在一边。林月明还没反应过来，2只金镯子已经套到了他的手上。送出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江夫人笑容里却带了些不好意思。你别嫌弃，我知道你们世家都讲究玉啊什么的，我呢实在不懂玉，我们小地方来的就喜欢金子。谢过母亲，我也跟母亲一样，最喜欢金子，什么都没有金子实在。江夫人一听高兴了，又拉她见秦国公夫人。这是你师母和妹妹，都是自家人。林月明又给秦国公夫人奉了茶，收了秦国公夫人的礼物。秦姑娘刚刚在花园里不太友好，但在长辈面前没有给林月明脸色看。秦国公夫人笑道：这孩子今日怎么这么腼腆，该改口叫嫂子啦。要祝你哥哥和嫂子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才是啊。秦姑娘张了张嘴，那声嫂子却怎么也叫不出口，场面顿时有些尴尬。林月明正想说点场面话缓和下气氛，江家三娘却突然笑着过来，拉林月明的袖子撒娇：嫂嫂嫂嫂，我的呢我的呢，可以我的，嫂嫂可不能偏心。江家三娘一打岔，秦姑娘改口那事就这么遮过去了。怎会少了妹妹的？江家三娘收了礼物，吉祥话一串串冒出来，一句一句嫂子停都停不下来。林月明余光看到秦姑娘高高的昂着头，那滴眼泪终究没有流下来。又给江家二郎送了礼物后，敬茶仪式就结束了。从开始到结束还不到1刻钟。秦夫人起身告辞，敬茶过后，即时到祠堂祭祖，跟着江生规规矩矩地给祖先上香。祭拜完祖先，江生对林月明道：有件事委屈了你，我需对你说，我江家祖上没有显赫的出身，世代皆狩猎为生。英雄不问出处，夫君不靠祖上余荫，仅靠自己便可封侯拜相，自是世间少有的盖世英豪，与我何乃委屈之说？况且夫君，我林家祖上也是种田的，我们也算是门当户对吧？江生被他逗得直乐。我看你胆子真的大得很，当着祖宗的面也敢诓骗我。你的祖父林公是何许人也？连我这个不读书的武将都知道，当世大儒也。怎么到了你这里成了种田的？林家和江家门当户对，你也不怕把林公给气活了？林月明摇摇头，很诚恳道：林家耕读世家，如何不算种田的？我祖父辞官归隐回老家后，还亲自耕种了2亩地。若祖父还在世，稻子熟了，我们还要回乡替祖父收稻子呢。江生看他那肤如凝脂的手，如春日娇花般艳美的脸，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官家小姐，居然如个村妇般下地劳作的情形。但这又实在是林大儒会干出来的事儿。午膳时，月明，今儿这肘子不错，来，月明，尝尝咱们家厨子的手艺，看看能不能吃得惯。林月明看着那块大肘子，有点懵。坐林月明对面的江三娘已经欢快地咬上了，
见林月明没吃，奇怪道：“嫂子，你不吃肘子吗？”江夫人也欢快地啃肘子，诧异地看过来：“你不吃肘子，可是有什么忌讳？那可惜了，张妈妈做的肘子世间少有的好吃。这肘子呀，要现杀的猪肘子，用柴火炖好几个小时才能炖这么软烂。藕呀，要从池子里新鲜挖出来才能这么香甜。张妈妈年纪大了，平时都不轻易做了，今日特意一大早起来给你做的。”江参拿了把刀在笑：“哎呀，娘，你可别为难他了。”又伸手拿林月明的碗道：“来，我来给你切一切。”不管了，难看就难看吧，要紧跟上官的脚步。上官在那大口吃肉，自己就得大口吃肉，不用切。我看肘子就是要这么吃才香，一口下去，肥而不腻，又软又糯，真香。林月明都快香哭了。上官大口吃肉，果然是有道理啊。江参见他吃得香，又给他夹了块藕。我猜你没有吃过这样的藕，来尝尝，又粉又甜。抄起筷子咬了一大口，真甜，连缠在唇齿间的藕丝都是甜的。为了这块藕，林月明决定了，以后江参纳妾提同房，他绝对不给他们立规矩，一定让他们好吃好喝好睡，免得他心疼。尝尝这笋，咱们府里长的，以前北疆没有竹子，张妈妈不说呀，咱都不知道能吃。林月明尝了一口，又嫩又脆，一点竹子的苦涩味都没有。他决定了，府里的妈妈里，他一定要最先认识这个张妈妈。一连3盘，江夫人吃什么，林月明看什么，江夫人就给他挪什么。江参都奇怪了：“嘿，他们两个喜欢的口味还挺相似的。”林月明也不敢再看了，再看江夫人都快把桌子搬空了。江夫人看林月明吃得香，心里也高兴，笑着问：“哎呦呦，那是咱们投缘，爱好相似。月明，你也会打叶子牌吗？”“会一些。”然后他有种错觉，饭桌上的氛围突然凝重了。林月明话音一转，硬生生改口道：“会一些下棋、投壶什么的，叶子牌倒是未曾涉猎。”江夫人好生失望：“唉，可惜了，下棋什么的我是半点不懂。”江夫人看向江参：“下午。”江参淡定地答道：“下午要准备明日回门的礼物。”“哦，这事儿马虎不得。”江夫人又看了下江远：“那二郎，先生布置的功课还未做，儿子得先告退了。”“功课要紧，这事儿也耽误不得。”江夫人只好看向江三娘。还没等江夫人开口，江三娘已经跳起来，撒丫子就跑。“娘，我想起来我还有事儿。”话没说完，人已经跑出去了。生怕跑得慢了，就被自己娘亲给留下来打叶子牌。儿女大了，不由娘。江夫人好生失落。江参也带了林月明告退，一直走到园子里了，前后都没人了，林月明才忍不住嘴角弯弯笑起来。结果江参却停下来盯着他瞧，然后也笑了。你应该多笑笑。林月明有些诧异，不知道江参何出此言，像是知道林月明在想什么。江参用手指触碰着他弯弯的嘴角：“不是对我笑。”好。他说话的时候，嘴角一张一合，江参觉得自己的指尖好像被轻轻咬了一口，缠绵在指尖的触感又柔软又潮湿又炙热。是不是他身上每个地方摸起来都这么软？脑子里下流的想法滚来滚去，根本停不下来，最终汇集成2个字：小亲。原本触碰着嘴角的手指滑到了下巴上，江参俯身下来的时候，林月明已经察觉，连忙躲避，一个原本应该落在唇边的亲吻擦着嘴角而过。
落在了他的鬓角上。林月明快被江山吓死了，连退了2步。唉，又被拒绝了。江山神色如常，轻声问道：又不行？武安侯似乎对这件事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和热情，或许是因为未曾得手，觉得新鲜，所以心心念念。林月明上前一步，去牵他的手，好言好语地哄着他。外面不行的，晚上好不好？又换了个话题道：下午可有什么安排？带你去见几个人。你来，我在前院的书房。林月明看向江生：你以后会因为我曾经迈过了垂花门责罚我吗？江生没太听懂。什么？因为这个责罚你？我有病吗？不就是一道门吗？你既嫁给我，侯府是我家，也是你家，我能去的地方你都去的。林月明观他神情，知他说的是真心话，眉眼弯弯，笑了起来。江元启，我好高兴啊！这也是他第一次连名带姓的叫他的名字，不是叫侯爷，也不是叫夫君，是叫他江元启。只是简简单单叫着名字，却有一股缱绻的意味。若是在别处，只怕更是动人心弦。好热呀，更想亲了，但他说了不行。哎呀，好像更热了。他既这般高兴，江元启便忍住那股燥热，咧嘴大笑了起来。就该这样，你肯叫我名字，我更高兴了。见他咧嘴大笑的样子，林月明不合时宜地想着，江夫人说他笑得像傻子，还真没说错。一直到江生的前院书房前，两人都是高高兴兴的，直到进了书房，林月明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。大姑娘，这世间还会叫她大姑娘而不是叫她夫人的只有一人，她母亲的陪嫁，她的奶嬷嬷田嬷嬷。林月明丢开江生的手，不顾规矩地冲了过去。嬷嬷，我一直在找你，嬷嬷，你们还活着，真的太好了。嬷嬷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大姑娘没事儿了，大姑娘。田嬷嬷看了看门口，刚刚大姑娘哭着进门的时候，武安侯就体贴地走了，把地方留给了他们叙旧。现在这里没有外人。大姑娘，你好好听我说，武安侯是东岳买的我们。皇上2月才赐婚，武安侯却是多月来的人。东岳的时候，他与武安侯还是毫不相干的人，他为什么会未卜先知，去搭救他落难的陪嫁们？嬷嬷，武安侯有对你说什么吗？大姑娘，武安侯找我要了你的嫁妆单子，你嫁进陆家时候的嫁妆单子。送走田嬷嬷一家后，林月明在书房后院找到了江生。江生正在练武，一把梅花枪刺破早春的寒风，如游龙般在后院游走。林月明心中想着事情，没有叫他。一个身怀巨额财产的单身女子，整个世界都会朝她投来觊觎的目光，包括她的父亲，是否也包括她现在的夫君？江生，你也是为了这笔钱吗？发现了林月明来，江生停了招式，笑着走过来。哎，怎么这么快？我还以为你要留你的奶嬷嬷吃饭的。林月明没有提及嫁妆单子的事情，神色如常地笑道：嬷嬷天生闲不下来，在这没什么事做，想留她反而不自在。江生低下头来，温柔地看着他。林月明以为他有悄悄话要说，靠近了些，疑惑地看着他。江生并未说话，两人紧挨着，近得他仍能看清他英俊又温柔的眉眼中是他的影子。林月明后知后觉，他好像是想让他给他擦汗，他赶忙掏出手绢，给他擦额间和鬓角的薄汗，向他道谢道：也是嬷嬷运气好，侯府刚好才买下人，刚好被侯府买进来。
谢谢夫君，否则若落到别处去，我恐怕此生都再见不到他。嬷嬷没跟你说吗？这可不是运气，我特地派人去寻的。为了找你的奶嬷嬷，我跑了7、8个地方，官家的船开了都被我堵了回来。为这事儿，御史参了我半个月，皇上还发了我3个月俸禄呢。林月明这2日已经察觉了江深是个很直白的人，但每一次他的直白程度都超过他的想象，他就没想过遮掩，根本不在意他会不会因此起了疑心。我很感激你，那3个月俸禄我赔给你，好不好？江深喉结动了动，眼神从他的眼睛移到了他一开一合的唇上，声音暗哑地说道：我又不缺银子，何须你赔？不过你要真谢我，便该拿旁的来谢我。那眼神显而易见的不太清白。林月明想要收回手绢，却被江深按住了手，往里而去。那柔软的手帕下是江深砰砰直跳的胸膛。江深之前说他没有通房，林月明现在有些信了。里面的衣服也湿了，你再帮我擦一擦。既衣服湿了，不如夫君去沐浴更衣，正好昨日说要试香，沐浴更衣后，我为夫君试试香，好不好？江深不想试香，他心心念念就想试点别的，可他抬头看看天，红日高悬，势不得旁的。今日日落的怎如此慢，着实可恨。外面不行，白天也不行，这个林大人物写点什么不好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些不够他写吗？非要管别人寻常夫妻的恩爱之事，更加可恨。少年江深那心不甘情不愿的表情实在是太明显了，就那么想吗？林月明左右看看，白芷和景和都不在，后院只有他和江深，没人看到就不算是外面。林月明上前一步，踮起脚尖，攀着他的手臂，唇角在江深欲求不满的脸颊上轻轻碰了碰。正欲退时，江深伸手揽住他的腰，亲了上来，姿态倒是杀气腾腾，势在必得，奈何经验不足，铩羽而归。江深的唇齿重重撞在了他的下巴上，江深吓坏了，再顾不得那些乌七八糟的想法，慌忙捧了他的脸看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看看。林月明下巴都被撞红了，眼眶里还挂着因为疼痛而带出的眼泪。江深看他不说话，更慌了。是不是很痛？我给你叫个大夫来看看。不过被撞了下，缓了缓就好，哪里需要看大夫？林月明看着江深那忙忙慌慌如临大敌的样子，突然就有些想笑。见他笑了，江深也松了口气，回过神来，只觉挫败，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36计，走为上计。溜了，先跑了再说。江深不好意思地放开他。那个，我先去沐浴更衣，待会儿试香。你不是要去沐浴更衣，想跑没那么容易。躲什么躲？不准跑！我说什么时候停，什么时候再停。夫君沐浴更衣，要不要我侍奉？江深被他这么轻轻吹一口气，半边身体都是一阵酥麻。江深像是被施了定身术，不再胡来，只将头靠在他肩膀上喘气。
只要是他自愿给的，他都想要。